这是一家富得流油的博物馆，别看它只是一家市博，但却坐拥17万件文物，也是正八经的国家1级博物馆，其条件堪比省博。它就是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我是2024年春节去的大同，当时外边还在下雪，出发之前记得在公众号大同市博物馆预约，这事儿要提前办妥。我是打车去的，如果自驾，大同博物馆也有停车场。话说冬天自驾大同是不是也得准备雪地胎呀？欢迎大同的朋友科普一下。现在我们按照箭头指示方向抵达大同博物馆内部。我去的时候里边还有龙年春节的陈设，所以今年赶在博物馆日附近尽快把它出了，不然拖到蛇年就搞笑了。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我目前在这个地儿是大同市的博物馆，这个地方要素过多啊，待会儿咱们就在一起好好逛逛这儿。然后我们看看大厅的设施，正面是一大片拍照打卡地，租用充电宝处旁边有用来急救的除颤仪，讲解器的租用价格我也拍下来了。另外1楼还有导览图，参观前可以先看看。然后我们进入1楼第一个展厅，大同恐龙。一上来未见恐龙，倒是先见到了很多植物化石，比如眼前的硅化木化石就是几百万年起步的化石，年份尚不封顶。而这块长得像鱼皮的鱼鳞木就更古早了，它代表的是2到3亿年前的历史，对应的应该是石炭纪到三叠纪，它可能是这个展区里最古老的藏品。再往后就是真正的恐龙化石了。此外还有对恐龙生活场景的复原，复原的还挺生动，这些复原模型都是会动的。然后我们来看化石，你从我镜头里可能看不出什么来，但实际上这块恐龙的骨化石比我脑袋都大。恐龙化石区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天镇甲龙，天镇指的是大同市的天镇县，其中完整复原的甲龙化石骨架就有好几个，至于零碎的那就更是数不胜数，说明在晚白垩纪天镇县一带大概率有过甲龙的聚居群。在恐龙灭亡之后，人类的时代来临了，我们也在博物馆中进入代地沧桑的篇章，一上来就是旧石器时代的文物。我最近大半年都在逛各个市博，很久没看到这个时代的文物了，这足以证明大同的人类活动史是万年起步的。比如许家窑文化就是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文明，而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我一眼认出了吉家庄遗址。如果我们来到吉家庄遗址现场，就会发现它应该会被建设成景区，但目前还没建设好。眼下我们能看的就这几个探方，此外就没了。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一般是磨制石器为主，其中就包括这个流光水滑的大石磬。古老时期的磬一般都是玉或石材质的，相传敲击它的声音是可以通神达天的。其实现在的音乐也是如此，人们在演唱会都疯得像野人一样，那就是灵魂不知道穿越到哪儿去了。然后直接跳过夏商西周，到达春秋战国了。这个单元叫狄代方国。春秋时期这边的部落被称为北狄，战国时期则为代国，后来被赵国灭掉了，所以叫狄代方国。猜测是这边的商周文物较少，所以没细说，就直接混编在一起了。这边的青铜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眼前的这些青铜器上，我们看到了熟悉的盘毁纹，这就是以蛇为原型所设计出的抽象花纹。在西汉时期，大同的这片地方分别归雁门郡和代郡管辖，我们所熟知的平城就归属于雁门郡，而困住刘邦的白登之战则发生在平城附近。博物馆的这个区域也有不少秦汉时期的文物留存，可惜眼前的秦代铁拳被国博借走了，我们只能看复制品。再看眼前的陶制汉代阁楼，我们能发现汉代建筑是偏简洁的，没有太多的花里胡哨，限于当时的技术手段，就只能做成这样了。再看眼前的嵌背铜龟阵，它诞生于家具少的汉朝，那时候人们经常席地而坐，为了防止席子卷角，所以要用这种东西压着席子角，龟阵就是此类设计之一。它背后的龟壳则是较为常见的宝螺壳。再看这面四神铜镜，得放大了才能看到四神的浮雕。另外使用四神元素的还有这套青铜器，下面是镂空的四神浮雕。话说这四神是不是太抽象点了？我们最多能数出来是4个，但很难分清谁对谁了。在汉朝的强盛期，汉军彻底打败了匈奴，而弩这种武器则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今的大同博物馆内还有一个组装弩的小游戏，周围还展出了很多弩的青铜部件，这就是对那段历史的追忆。至此我们就逛完了第一个展厅，到西汉就结束了。沿着箭头方向继续往前走，还能看到盖章的设备，感兴趣的朋友自行关注。登上2楼之前，别忘在1楼继续向前看一看龙年的临展，这个月份不知道它还在不在。一般博物馆的生肖临展就给点图片，可大同博物馆是真给上文物，而且是大碗多给。展厅内第一个
个主题名叫来龙去脉，这里对龙形装饰的演化进行了初步的科普。最早的龙形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而它的演化脉络可以概括为前期抽象，后期具体。当然后期也有抽象的，但不再是主流了。最具体的则是这件当代的，这个画风属于是生怕你认不出来它是龙。第二个主题叫龙形百器，讲的是各种文物中的龙。一上来先看到这些水陆画，这些跟龙有什么关系？看了展牌才知道，里边有五湖龙王，不说完全不知道。后面是瓷器上的龙，因为这种带彩绘的瓷器出现的普遍比较晚，所以上边的龙都比较好辨认。然后是衣服上的龙，有的是真的把龙绣在了衣服上，有的则是将衣服的饰件做成了龙形态。再往后是建筑上的龙，其中包括琉璃瓦上的龙，还有其他各类龙形琉璃构件，这些都比较常见。如果你想多看琉璃建筑，我给你推荐一个地儿，山西晋中的介休县，保证让你看琉璃看到爽。第三个主题叫降龙锐气，一看名字就知道这边说的都是降瑞龙。率先看到的是龙生九子单元，我们从古建筑上看到很多不像龙的兽形装饰，包括我们最常见的螭吻，其实都是龙的后裔。再往后是龙凤呈祥，凤这种生物的性别如同某运动员的国籍一样，它和龙在一起时就被视为雌性，和黄在一起时就被视为雄性，主打一个按需变化。至此我们就逛完了大同博物馆的龙年临展，下面我们登上2楼，直奔北魏平城一展区。入口旁边是北魏丝绸之路线路图，属于是提前给观众画了重点。之前在1楼是讲到西汉结束的，而在东汉时期拓跋鲜卑开始南迁，在西晋时期拓跋鲜卑首领先后被加封为代公、代王，并建立了代国，但在前秦时期被灭了。直到公元386年，拓跋圭重建了废弃的故国，那便是北魏王朝的肇始。后来北魏迁都到平城，也就是如今的大同，也使得这里当了近100年的北魏国都。如今的北魏文物大都是那个时期留下来的。看眼前的这些瓦当，铜瓦和板瓦造型已经很成熟了，后世明清的琉璃瓦线条比起这个没太多变化。再看眼前这些石柱础，我们这一路走来石柱础见得很多了，而眼前这件石雕柱础外围刻的应该是龙纹，这倒是和刚才看过的龙元素对应上了。眼前更抢眼的是这幅7屏风画，走近了才知道是复制品，原件在山西省博，它所复原的5块漆画板本属于是同一座屏风，画面的内容都是帝王将相、烈女孝子的故事。看解说牌时我吓了一跳，他们写的是周太姜、齐宣王，我给看成文姜和齐襄公了，这要画在屏风上就太抽象了。时光流转，很快到了北魏文成帝拓跋浚的时代，在他死后，皇后冯氏被尊为太后，他生前稳固了朝政，并大力建设平城，死后则被葬在了方山永固陵。眼前这些文物都是此陵出土的文物，历经多年后，很多石雕人俑都已经身首分离，当初的木砖倒是保存完好，甚至还能辨认出古老的字迹。下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物是司马金龙墓的石雕棺床，其上方镌刻的是忍冬花纹，下方足部浮雕则是力士，那个时代的力士造型未免阴柔了点。眼前的北魏陶俑阵同样出土自司马金龙墓，这是国内迄今为止北魏时期阵容最大的俑阵，一旦全面铺开，观感是非常震撼的，可以视为一个微缩版的兵马俑。再往前是北魏时期的劳作图壁画，也是墓葬中壁画，描绘的则是舂米、畜牧之类的劳作图景，如今颜色几乎褪尽，但尚有清晰线条留存。在前边是丝路篇章和佛教篇章，文物感觉是混编的，但也没毛病，反正都是一条线过来的东西。我们看眼前这些佛龛还有供养人龛，很容易就能认出它们与佛教强相关。看这些波斯银币还有这些壶俑，很明显是和丝路贸易相关的。而这一组北魏玻璃器明显是从西边传进来的，这个颜色也一度被称为北魏蓝。后面这一组壁画很明显就是混编了，上方的胡人牵骆驼很明显是丝路相关的记载，而下方的莲花图就更像是佛教相关。这幅三眼神壁画造型与西域胡人一脉相承，但它和后世的佛教明王形象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此我们就看完了魏都平城的1展区，现在我们来到2展区，这里头一个单元叫胡服装饰，未见胡服先见装饰。这个装饰以铜的为主，金银的有一点点，但光泽不在，相反的那些珠宝类的装饰就仍然很有光泽。那么衣服有没有展示呢？也有，但都是用陶俑进行的展示，毕竟布料这种东西保存100年都不容易，
1000年就更难了。下个单元叫食肉饮酪，一看名字就知道这个讲的是畜牧民族的饮食，当然和牛羊相关的食物分不开。后面的燕引图壁画更是还原了当初吃喝的场景。畜牧之外便是游猎，这里不仅展出了描绘狩猎场景的壁画，还展出了狩猎所用的各种工具。后面则是一些食具，看起来和中原汉人的没什么区别。看这2个铜胶豆，这是军中用具，白天烧饭，晚上打更。其实胶豆的其他名字更著名，朔气传金柝里的金柝，行人刁斗风沙案里的刁斗都是它。再往前是个文字主题展区，看瓦当上的文字，1000年之后我们仍能看懂。这边靠上的是墓志铭，靠下的是墓砖铭。说文解字中的铭指的是刻在青铜器之类的金属上难以磨灭的字。眼前这些虽然不是金属，但它们和我们常说的铭记刻骨铭心同样承载了难以磨灭之意。下面是居室生活展区，里边展示的东西除了生活用品之外，大部分都是墓里的冥器，说白了就是给墓主当气氛组的，就不多说了。再下边是墓葬展区，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北魏的石雕门框，下方的门诊石雕着尸首，上方则是5朵莲花门簪。按照过往的经验，2个和4个门簪比较常见，这5个不知道是什么规矩。前方的宋少祖夫妇墓俑群看起来非常壮观，其中以武士俑为主，但关于宋少祖的史料几乎没有，只知道他生前是幽州刺史，想来是颇有武勋，才会有这么多武士俑充当气氛组。在公元494年，北魏正式迁都洛阳，平城不再是北魏的都城，它于公元526年毁于战火，这段繁华的历史就此落幕，而北魏平城的展厅我们也就此看完。现在我们奔向3楼，来到辽金西京展区，这是下一段辉煌历史的开端。不过博物馆的记载是从唐代开始的，那时的大同是私战之地，你争我夺，打得好不热闹。但这不是重点，后面的辽金展区才是重点，因为大同在辽代和金代乃是陪都西京，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当然也就不一样了，所以大同的古建筑基本都是辽金时期留存下来的。来看这些建筑，眼前的善化寺普贤阁是一座金代建筑，其实善化寺内有4座古建，3金1辽，非常值得各位去逛一逛。这座巨大的木塔则是应县木塔，当初这里是归大同府管辖的，如今从大同出发去应县木塔也不远。如果你去了应县木塔，我还推荐你去一趟旁边的净土寺，那是金代建筑，其中的藻井也相当精彩。眼前的华严寺木质模型复原的是大雄宝殿，而附近的大琉璃螭吻则是从华严寺伯伽教藏殿摘下来的辽代原件。现在华严寺那边放的是气氛组，真东西在大同博物馆里，这个视角当然比华严寺现场清晰很多。再看这一组琉璃吼，它和前面的琉璃螭吻很可能采取的是近似的工艺。下个单元是边地风情，具体展出的则是辽金时期的生活用品，这个时候比之前多了瓷器。右边这个邮递釉茶盏像是买的宋朝建盏，但这边有颜色不同的邮递釉茶盏，不知道是谁做的。除此之外，这个时代的金器比以前多了，而且家具的数量明显比以前增加了。下个单元是佛教大观，我们眼前能看到很多小型的佛与菩萨造像，这些很常见，就不多说了。重点关注一下辽代的魂瓶，这些魂瓶都被做得非常高大华丽，证明墓主的身份是比较显赫的。而另外几尊陶魂瓶就做得比较矮小，上边的花样也比较少，证明他们的主人身份就没那么高。魂瓶也是佛教信仰区的常见名器。除了我们眼前看到的各种和佛教相关的文物之外，很多当初的寺院和佛窟也得以一路保留到如今。我今年的前3个月跑了2趟晋北，走了很多寺院佛窟，目前已经给善化寺、华严寺和云冈石窟做了视频，未来计划还要出悬空寺、应县木塔和崇福寺，各位可以点个关注，期待一下。这附近还有一座被切开展示的辽代壁画墓，顶端是草原民族常用的穹窿顶，内壁壁画则是墓主人的日常生活，而且这生活条件还不错，壁画爱好者记得务必来看。至此我们就看完了大同的辽金历史，这些铁狮子便是辽金历史和元代历史的分界线。在元朝时期，这边不再有系统的主题展，只有一些散装文物了。能发现的一个细节就是这边的金器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进入明清重镇篇章，在明朝时期，徐达主持重建了大同城，其实眼下的大同古城和这个格局也差不多，我们不难认出熟悉的四牌楼、善化寺、华严寺、代王府等等。
如今的大同古城和眼前的木质模型应该是参考同一份历史资料所打造出来的。此时的大同也是9边重镇之一，身为京师屏障，当然也是重兵把守。之后展示的大量火器基本上全都是明代的。按说明代就有这么多火器了，清代只应该越来越强，不该越来越差，更不应该被列强打成那样。而恢宏的代王府便是在明代建成的。代王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13子，也就是代王朱贵。这个府邸可以说是非常恢宏华丽，甚至有点僭越了。但是朱元璋不管，朱棣更不管，大明王朝就这样，自己家人怎么着都成。只不过在明末，代王府被焚毁了，如今的代王府是复建的，而眼前展出的这些散碎残件，不知道和代王府有何关联。下个单元是边地贸易，展出的文物基本都是清朝的，因为这时候满蒙一家了，边关还防什么防，都去做生意好了。再往后是民生主题展，我记得在清朝初年，大同曾经被清军屠过城，不知道都是谁撑起了后来的民生。但不管怎么样，生活终归是继续下去了。在这个时代，家具的工艺日趋成熟，造型也和我们今天的家具很接近了，而且因为年代很近，所以还有少量的衣服也被保存下来了。至此，我们就看完了整个大同的古代史。走出来往前，就来到了范宇清音临展厅，进门就是一大片佛像，看了看展牌，发现这些是华严寺海会殿的遗存，可惜海会殿没了，不然中国就是9大辽构，大同独占其3，岂不爽哉？再往前是明代18罗汉造像，看这个造型和画风总体是互相近似的，大概率是同一位收藏家所收藏的同一套藏品，然后一口气捐赠出来的。再往前是一大批明代青铜佛道造像，这是2008年在关帝庙中出土的造像，现如今他们也是大同市博物馆的藏品了。这里顺便说一句，大同关帝庙的大殿是大同唯一的元代建筑，值得我们去看。至此，我们就看完了范宇清音临展厅。再往前的下个临展厅是一个非洲雕塑艺术展，看之前可以先预览一下非洲木雕的分布图。在我们的视角观察非洲人，可能会觉得他们都差不多，无外乎是黑人白人的区别。其实非洲人也有不同的民族，他们每个民族的工艺品也是各不相同的。我只听说过一个比格米人，这是一个身高偏矮的民族，之所以知道他们，是因为10多年前在游戏魔兽世界里邂逅过他们。如今这一刻算是游戏照进现实了。再看这个药神雕像，看起来很像暗黑3里的巫医，实际上他的创作原型就是给人针灸治病的巫医，看起来暴雪全家桶没少薅非洲。这2根酋长权杖让人印象很深刻，因为在很多不同的文明中都不约而同的出现了这类彰显权力的杖形物。逛完这里，我们就走完了整个大同博物馆。我开头就说这家博物馆富得流油，怎么样？没骗你们吧？虽然只是个市博，但藏品的丰富程度甚至可以和某些省博掰手腕了，而且还免费参观，简直太值了。所以如果你到大同旅行，绝不能错过这个博物馆，更不能错过北魏和辽金的主题展，那是精彩里的精彩。未来我的旅途还将继续，而博物馆作为我的重要主题之一，也会在我的账号上陆续更新出来，各位敬请期待。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